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高开低走，不少人被骗，日内高位买进，下周不能破底，否则将再次引发加速下跌。当前趋势已经走坏，多头要注意利润的了结，周末还得要多多关注消息面的变化，比如2周期限的改变，或者解雇鲍威尔事件。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4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市场当中的纳指的趋势线和170天均线。像昨天这种高开低走的一种情况，其实你只要会画趋势线，你就可以逃过一劫，你至少不会因为这一个高开冲高而去买入股票。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讲一下趋势线的画法。在昨天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也特意的去提醒到了这一条趋势线，你如果会画，能够看得懂，它就会让你规避很多麻烦。同时，我们还会讲到，在下周周一你要关注的日内纳指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哪一些。通过这一个支撑和压力，你可以明白当前的多空的转变，以及在下周的情况下，空方怎么会持续走强，多头何时会再次进攻，都可以用日内撑压来去发现。在明白了纳指的整体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将会讲到个股解析。其中大家所关注的应该比较多的是特斯拉在本周周天的试运营，这个事件呢将会引发特斯拉在周一的大幅波动，可能会有一个大幅的上涨5%，甚至呢是15%的一种空间。当然了，一旦这种事件出现某些意外，那么甚至呢会向下大幅的一个波动，所以周一的特斯拉将会引发大幅的波动，对于多空两者来讲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而除了特斯拉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于英伟达、半导体指数、Coin、博通、AMD、阿斯麦、苹果、Meta、MSTR、PL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短线解析。希望以上的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所讲解的内容可能会偏多，那么视频时长一般呢也会较长。如果您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或者您的时间不太允许，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这里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阿哲所排列好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观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阿哲的这个设置能够解决您一些观看的烦恼。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左侧，它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昨天的这根阴线比较特殊，阿哲称其为负阴线。这种 K 线它的特点在于它有一个明显的盘中冲高诱多的现象，但是最后收盘却比昨天的上涨 K 线可能要有明显的一个跌幅，一般会比昨天阳线实体一半要低，甚至呢比它的最低价还要低。像前期到目前为止这种震荡的上行出现过多次的负阴线，而我们可以看到负阴线产生之后，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调整的。像前期这里有一个盘中诱多，而后收盘却跌破昨天阳线低点。这一个负阴线呢，是股价出现之后第2天是一个冲高，而后持续震荡上涨，所以这个负阴线后呢是没有调整的。而这一次又出现了负阴线，这个负阴线出现了本次的这种调整。那么在本周的周五又再次出现负阴线，所以按照负阴线所产生的后续状况，调整的概率是多于上涨的概率。那么下周是否会延续下跌，或者说下周的调整力度会有多强呢？大家看一下阿哲的这个观点。下周的纳指它不能够去触碰19367.42，这个价格是谁呢？是前面这个低点。为什么不能去碰它？大家注意了，不是说不能跌破，不能收盘跌破，而是连碰都不要碰。因为如果您听过阿哲曾经讲过的指数背离技术，您可以看一下标普和纳指目前对于这个低点反应是不一样的。标普在昨天的下跌当中已经是跌破了左边这个低点，而纳指是没有跌破，这种现象叫做两指数的底背离。而底背离只要维持着，那么市场当中它是不会有多少大跌的空间的。那么这里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短线低点，因为它整体走震荡，这里能够再引发反弹也不奇怪。那它究竟是走一个反弹会维持震荡，还是会跌破震荡，跌破这个低点去走出加速下跌？关键就在于纳指它本身所处的这种背离环境不能被修复。如果在下周周一纳斯达克指数它盘中有价格碰到了前面的低点之下，超过了这个低点，那么就会引发两指数的背离修复，而
盘中就可能出现再次的加速下跌。这是阿哲在开篇时就直接给到大家的一个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具体的分析。关于市场的浪型，我们再次做个强调，目前阿哲依旧认为处于一个3浪上涨当中的5浪的末尾，而最近的这种盘整以及多次出现的高开低走的阴线，让阿哲更加确定目前就处于4浪的回调当中。而因为2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单边的下跌，所以4浪它走的复杂是很正常的，虽然不是100%都是如此，但是大概率它会容易复杂。那么什么叫复杂？可能是以一个震荡的方式去走调整，也有可能是以一个相对通道的方式走一个下跌，它更多可能会以时间来去消耗本次的一个空间。而之前的2浪呢，是短时间内走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所以两者之间可能会有相反。那么在这一波4浪调整当中，你要注意了，它就可能多头和空头难以分出太过于明显的胜负。而我们通过在小级别来看，那么阿哲认为它走一个向下的震荡的调整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为目前通过这前方的2个高点以及底下的低点，你可以画出一个相对的平行通道，而这一个下降趋势线也是昨天阿哲盘前解析当中所讲到，你可以去画出来，看股价能不能突破，来去判定它是真的上涨还是说诱多的一种现象。而因为它目前在通道当中，昨天出现的盘中的大幅的高开，那么它只要没有突破有压力，你就不应该随便的去买入股票，那么就可以规避在这种下跌的通道当中在高位买进股票的这种情况。而昨天的股价收盘整体是跌回到了这个通道的一半之下，产生了一些阻力。如果在下周周一能够守得住这个低点上方的空间，那么它可能就会由一个震荡的下行通道转为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那么至少呢会比我们的震荡下行会好很多，是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去触碰底下。一旦触碰底下，如果真的引发加速下跌，那么它这个通道的一个斜率就会有所变化。所以对于多头来讲，关注前方低点不能被碰到。同时我们再看到170天 MA 的一个支撑，像前期呢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讲到阿哲呢都已经有点厌烦了，但是怕有一些新同学可能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再讲一讲。对于170天均线目前算不算有效跌破？很明显还不算，因为对于170天均线的有效跌破，我们需要这样去看，它需要有收盘价跌破均线的2根 K 线，而因为它是30分钟，所以就说明有2根30分钟 K 线收盘价都在170之下。那么我们再看到这2根 K 线的比较低的低点，这个低点只要没有被跌破，只要这里有止跌，就说明170还不具备有效跌破的可能。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在最近的这种调整当中、震荡当中，170没有一次是2根 K 线跌破之后那个低点被跌破的。而如果您会用这个技巧，是每次出现跌破2根 K 线之后的低点，这根 K 线被突破，是不是就可以做一波反抽？每一次出现跌破2根，我们就可以去看涨。跌破2根，或者说不有效跌破，就能够在这种位置去看反弹，去做日内的多单。而像这一次呢，昨天的下跌也跌破了2根，而刚好在跌破第2根的时候，是不是又止跌了？所以说明目前的股价走势对170的有效跌破还没有达成，得要在下周出现一根 K 线，而且最好是相对强势的阴线，把它给跌破，才确定了下跌空间的打开。否则在此之前，这个地方还是容易出现170无效跌破的再次向上的反攻，那么4浪调整呢，就还是维持在一个震荡当中，而很难出现空方的大幅下跌。所以当前这个位置要关注好了，临近170的有效跌破，这一个位置的下跌力度是比较强势的，类似于前方这里。但是这种强势的下跌也容易导致一些低点的产生，关键就在于170能不能被有效的跌破，看好30分钟的这个支撑位。以上就是阿哲目前对于指数环境的一个整体的观点和看法和具体的关键点位。如果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希望老同学能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阿哲希望您也能够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为阿哲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更希望您在点赞的同时，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就会成为本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您再顺手点开下方的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行情观点在发布之后，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再次感谢老同学和新同学对于阿哲视频制作的支持。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要来到日内的撑压了。那么在下周周一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多少呢？这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公布的一个数值。我们看到这一页的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就是阿哲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个盘前解析的文字。您只要是刚刚订阅阿哲，那么未来的一段时间您都可以免费收到这一条盘前信息的服务。那么阿哲这里呢是再次的反复在最近都强调了一点，指数呢出现了防守阴线，周三反弹是正常的，但力度是不强的，所以目前你只有收盘价去突破了周二的阴线高点，你才能够比较坚定的去短线看多，而在此之前你是要小心的。同时也提到了纳指30分钟170，它又撑住了，这是最近第6次撑住了，但是反弹的力度要小心，它是在变弱的。目前的30分钟有3个高点可以做2条下降趋势线，观察股价能不能突破。而周五的表现是2根趋势线都没能突破，所以下降的趋势依旧延续。而后呢，就是一些个股方面，可能我们比较去关注的，或者说阿哲比较去关注的一些机会的提醒。当然，更多的呢，目前还是空头为主，而中性的买入点更多要去和指数共振会更好。除此之外，阿哲就是会更新一下有关点位的预测了。每天会把美股盘前的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他们关键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给大家去进行公示。像昨天的纳指预测的高点压力是19689.12，那么大家还记得昨天的纳斯达克它的盘中最高点是多少吗？是19696.11，那么这里面的差值呢是差了10个点不到，这也可以看出这个高点的压力呢它是有效的，并且目前没有收盘突破压力，那么就说明昨天的多头虽然开盘的时候很强，但是遇阻回落，而最后收盘价是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这种含义就说明昨天是走弱的。我们在看到右侧的图板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如果出现刚才所讲的一种情况，收盘价跌破了预测低点支撑，那么它说明空方比较强势，股价在走弱，那么阿哲一般会在它的底下标记一个红灯，红灯的含义就是多头走弱，空方走强。那么如果是绿灯呢，则说明阿哲盘中所标记的那个高点压力没有受阻回落，而是收盘突破，那么多头就在走强。所以通过这个支撑和压力，最后收盘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日线来观察多头是否能够走强和持续走强，以及空头的表现。像曾经的这种行情，真正强势的行情，通过这种红绿灯，你可以完全把握。那么通过红绿灯的显示，对于这种强势的行情，不能说你完全可以从头拿到尾，但至少你其中的一部分利润肯定能够拿得到。只要表现为绿灯，而后持续走绿灯，或者说无灯状态，多头延续状态，那么它在走红灯之前，我们都能够去持股，都去做多。而出现红灯开始，我们再认为调整出现，重新转为绿灯，它只要保持绿灯，保持做多，那么红灯出现之前都是安全的。所以只要你能够看懂短线的多空和多空是否延续，那么你就至少能够把握到大部分的一个上涨和下跌。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表现，那么最近的市场表现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多空的转换比较频繁？在绿灯之后，隔几天就红灯了啊，绿灯之后隔几天又红灯了，所以红绿灯之间的转换就很频繁，那么它的多头就并不好做。而你看到近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这是一个卖点，新同学要注意了，这是一个卖点或者做空点。因为昨天为多头强势，今天立马转为空方，这其实就说明昨天很有可能是一个诱多行为。最近这种诱多行为是频繁的出现，而如果昨天是红灯，今天是绿灯，就说明昨天的红灯为诱空，它呢可能是砸盘，所以这种红灯转绿灯啊，它就是一个买点。所以最近呢，大多都是一个诱多的现象。一个绿灯周立马转红灯，一个绿灯周立马转红灯，而现在的行情是在一个红灯之后延续，没有出现绿灯。那么从这一根阴线开始，我们认为的是空方在占优，而且在加强下跌的力度，所以它出现了2个红灯。那么未来的行情只要不出现绿灯，那么多头就要小心，不要随便的操作。
所以我们要关注好，在下周何时会重新转为绿灯，而空头关注好它的红灯能不能够持续的问题。下周周一关注的点位有2个，预测的高点是19571.76，而低点的支撑呢是19256.23。如果下周收盘价还在预测低点之下，亦或者是高点之下都行，它就说明是无灯和红灯的状态，那么空头就依旧保持空方的立场就行。对于多头来讲，下周得要有收盘突破预测高点，出现绿灯才是比较好的，重新做多点。所以这是红绿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前空方较强，而多头还没有冒头，那么就不要轻易的再随便加仓再去做多了。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您如果是刚订阅阿哲同学，您如何能够收到这条盘前的解析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是已经点了订阅，已经显示已订阅，是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您可以打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阿哲有一条置顶评论，您只要点击置顶评论的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阿哲在频道当中的唯一一位助教老师。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而后您只要跟助教老师发送2个文字，比如说发一个盘前给他，这是一个领取口令。发给他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观众，同时您需要盘前解析，每天都要去接收，他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接收得到。所以如果想要在盘前能够收到阿哲的解析信息的，那么希望大家呢点击订阅之后呢，不要忘记动动您的小手指找到助教，而后报名领取我们的盘前解析。希望这一条盘前的观点和一些点位的测算，能够对一些可能刚接触技术分析的同学，或者说想要比较及时接受阿哲观点的同学，能够有一些更加及时的帮助。同时要注意的是，这个盘前解析只是订阅阿哲之后的一重福利，阿哲对于订阅同学还会有另外的一些福利的准备。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图板，我们一般会有3重福利。刚才所讲的只是一个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同时如果您是想要学习技术分析，您订阅阿哲之后，想要对于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去研究，去进行一个研习，阿哲的建议是，除了盘前解析之外，您还可以认真听一下阿哲所专门准备给订阅粉丝观众的内部直播课程。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会将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在内部去不公开的教学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因为大家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肯定呢和路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进阶的知识我们不会公开去讲，会专门针对各位粉丝订阅同学去进行一个安排和教学。而对应的，您只要找到助教，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粉丝的学习小组啊，是一个频道来着。在频道当中呢，我们会去发送每天的盘前啊，以及进阶的内部的课程的一个链接，您在频道当中呢就可以进行一个持续的学习和收到每天的盘前观点。这个频道呢是 Telegram 当中的频道，希望它能够对您产生部分的帮助，感谢您的支持。接下来阿哲也告诉大家我们在本周的一个课程安排。本周呢是我们6月的最后一周，在6月24号开始，也就是下周的周2开始到周5，我们会有4节内部的公开课程，您只要是订阅观众就可以免费参加。第1节课程我们会有老师讲到用大阳线怎么去识别龙头个股的启动信号，阿哲呢会在第2节课讲到如何用阴线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去找到龙头的回调买点。如果当前的市场是一个适当的回调，并且还在持续回调，在未来的一段行情当中，你总能够遇到阴线淘金的个股，所以回调的战法是在接下来大家要去专门去研究的。第3节课将会讲到龙头的加速，如何通过成交量和价格去共振抓到主升浪，这将会是在本周我们去讲到的龙头的一些秘钥，希望对您呢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第2和第3部分，关于个股解析。第1支标的呢，我们来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空间如何在技术面上去进行看待。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图，特斯拉呢也是在170天均线附近在徘徊震荡。那为什么它最近是在震荡呢？其实很明确，目前的市场资金就是在等什么？等周天的一个试运营的情况。关于这些事件的结果，其实很难的去100%的去说它究竟是对股价呢有利好还是利空，所以在周天呢我们可以去密切的关注。但这里呢阿哲要讲一下，它出现利好和利空的时候，可能分别对应的不同的一个处理。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阿哲呢从这一个5浪高点开始，是不是都是在喊做空特斯拉？这一波做空之后反弹做多，而后在最近的震荡又再次的开空。
所以前期的单边下跌和单边的上涨都有所获利。那么最近的震荡呢，整体是空方有所占优，因为170天均线被反复的跌破，而最近呢连续3天都在170日均线下方，只是说没有说跌得太深，所以跌破和突破都还不是很有效，资金呢还在徘徊。但是你要明白的一点就是，周天之后，如果下周是上涨还是下跌，它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应对技巧，而且影响往往是波段的。我们之前讲过，这一波的调整有可能产生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这波调整它是一个上升1浪后的2浪调整。那如果它这里是2浪调整，它调到了前方1的上沿附近，其实已经是有足够的空间了。那么如果空间到了2浪的一个调整应该有的空间，这里它应该出现的是什么？上涨，那么去新高，这样的话才构成1浪上涨后2浪回调以及再次启动。所以它这里如果真的周天是利好产生上涨，你可以先认为这里是2浪回调的结束，而后以一个后续会走主升3浪的方式去进行操作特斯拉，也就是说后续就以看涨为主。所以周一如果真的有大幅的上涨，或者说明显的利好，那么导致这里出现明确的上涨，那么我们认为它将是一个什么事件？3浪主升的开始，后续波段看涨。那假如它确实维持技术面的一个短线的空方优势呢，在周三之后，这个消息面没有给到太多的利好，甚至可能是利空，股价后续下跌呢，那么就说明这个左侧高点是无法突破的，那么就不符合它属于3浪启动、3浪主升的特点。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可能调整还没结束，这个调整就可能是 A， 这一波就可能是 B。那么周天之后，它如果是下跌的，这里就很容易走 C 的调整，那么 C 浪的调整将会延伸到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空间。所以不管在周一的时候是上涨还是下跌，我们无法去完全的把握去猜。所以阿哲说的是买定离手，就说明没有人能够知道周一究竟是大涨还是大跌，你只能够以赌的心态去博弈。那么阿哲建议的是仓位较小的去博弈，因为一旦方向选择，我们真正要去获利的，靠的不是这么一天的上涨，而是这一天上涨和下跌之后产生的后续的波段机会。周一的位置，只要对于这个消息反应是特别的强烈，或者说比较不错，能够导致上涨的，哪怕涨少一点，4%、5%，那么也创左边高点了，那么这里将很有可能产生的是3浪的上涨。所以对于这个事件，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说当天究竟能涨还是能跌，我们看到的是当天如果涨，它后面能不能一直涨；当天如果跌，它后面会不会一直跌？我们找到的是在用短线止损之下去看到的后续的波段的机会。这是阿哲今天在特斯拉的这一个环节讲解当中要告诉各位的，你完全不用去赌它究竟周一会涨还是会跌，你只要明白的是它出现上涨时和下跌时它意味着什么。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从技术面上来去看一下短线它如何去分析。为什么最近阿哲一直喊的是空方的一个机会呢？就因为这一个170天线，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直走向下的呀？它不是走平，它不是上升，它是很明确的往下的一个斜率在走。而价格走势从前面的超跌之后反弹一波，是不是到170？每次到170都是压力，每次都是压力。现在依旧在前方的下降趋势线和170均线的下行当中，它呢是因为消息面有所变动，即将发生变动，所以很多资金呢，它不敢全力的去做空或做多，所以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在30分钟的收敛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每次出现170的压力都能够去开空，都能去做空，但是我们更多的呢，因为它处于楔形，所以尽可能的仓位不要放太多，或者说尽可能的每一次有所空方利润的时候呢，要去进行部分的获利兑现不要一直持着不动要去慢慢的把你的成本相对的做得合理。这样的话，哪怕说它真的是走一个相对利好利多的情况上涨，那么你被打止损，你的止损其实也不多。就像最近的苹果是吧，下跌时呢我们去做空，但是它开始停顿了止跌了，你就要去减仓了，不要去完全不动了。那么在昨天的大涨当中，你就不会说把之前赚的全都赔回去，你至少呢你已经落袋为安了，你最多的就是后面把盈利的部分吐回去一点而已。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的是，在方向不确定、在震荡的时候呢，保有你所产生的利润。
等一下我们讲到 Coin 的时候呢，也会讲到类似的一些观点，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同学他可能看错了方向，但是他交易的水平很强，那么他也能够产生部分的盈利。而有些同学呢，可能他分析对了，方向看对了，但是交易的水平可能偏差一点点，那么甚至呢，他所赚取的利润可能都没多少，甚至还会亏损。这也是我们在分析和决策和交易当中要去权衡的一个平衡。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有关于它的资金和动能短线上的分析。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特斯拉呢，它所处的一个环境呢是一个零轴附近，因为它是零轴附近，所以它是不是只要略微有所上涨，它就容易上穿？那么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啊，如果股价真的出现明确的上涨，那么阿哲的建议是，你可以短线日内呢去做，但是千万呢不要拿太久，或者说您不要去把它作为波段的起红点，您不要一下子投太多仓位。只要下周是明显的上涨，那么下方就肯定会上穿，而一旦上穿，它就是一个高点变盘的预警，就类似于前期的这个地方，股价有水下上穿水上，是不是出现了上涨之后就是一个高点的压力？那么假如这里是一个三浪启动点，那么它这里一旦出现高点压力，我们知道它未来会破，但是你的买点在这一天买进，是不是很容易后续是回调？所以一旦下周真的出现明确的上涨，或者说周天有利好，那么你应该做的，要么是日内，要么就是仓位较小，你要以波段的方式去建仓的方式去进行买入，去分批建仓。所以下周一一旦出现明确上涨，就会是一个上穿。而反之，如果是向下，那么就说明这一个零轴呢，依旧作为强弱的分界，它呢会往下进行一个运行。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动能 K 线是一个红灯加上绿灯，红灯加绿灯为一个买入信号。但是因为这个绿灯所卡的位置是170天均线附近，现在你会看到图中有一个白色线，它呢就是170呢卡的位置刚好就是红绿灯的一个买点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能够出现明确的上涨，但是最近一直没出现，所以这个红绿的买点，一个呢是买不买的问题，你可以买，但是仓位肯定是下不了太多的，因为它这个买点不太好，不太确认。你也可以不买，等待再一次绿灯产生，我们再去看。所以当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周一的预测高低点的值，低点的支撑是319.97，高点的压力是334.5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和阿哲的一些看法。这个事件其实还好，它只是一个试运营，但是它所产生的一个空间的涨跌将会影响我们对浪形的一个判断，这是要去关注的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昨天的英伟达呢算是带头的一个下跌。我们在上期视频说过，对于这一个压力位143.95，它是一直盘着横着，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的突破。哪怕最近有3天的站上，但是它站上的幅度呢是不强的，所以这一天再次回归到了一个上方的压力之下时，我们说这是一个做空的信号。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它如果重新跌回来，其实可以看空。所以这里做空的仓位呢，先不要放太多，开始初步的去试仓去做空。而后因为它是一个负线啊，所以它的一个信号还是比较明确的。负线的处理方式大家应该明白吧？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在最近的2根 K 线当中出现了绿灯之后转红灯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它属于动能 K 线上的一个卖点、做空点。结合昨天的绿灯，是不是会更加强烈？说明昨天的绿灯就是一个诱多的一个信号，所以今天转红灯为看空点，而搭配前期的压力位，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英伟达这里开空单呢是可以接受的，只是仓位目前还不能放太多。如果在下周周一再接一根红灯，那么效果就会更好。那么在红灯后的范围，只要保持红灯，它只要不是绿灯，它是无灯红灯，那么都可以作为后续逐渐去增加空方仓位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看到底下的 BBD， 它是不是有一个变盘的现象，流出的一个资金转为流进，我们说它是一个变盘点是 OK 的，高点为压力没有去突破，低点呢为支撑也没有被跌破。下周我们更希望看到有利于空方的走势是收盘价把前方的高点变盘 K 线给跌破，而后如果有红灯，效果会更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红绿灯的判定，低点的支撑是141.475，
而高点的压力是145.02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目前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的空间图表，价格呢在上涨当中是不是突破了170有效，而后展开了一波短线的上涨？而最近在遇到了1.5倍的压力230.12之后，是陷入了盘整，这个是一个震荡的区间。它在1.5倍有压力，而在1倍空间呢又有支撑，目前没突破也没跌破，出现了一个阳线之后的震荡，所以这个位置的方向不太明确。但我们之前有讲过，170均线被突破有效之后，我们关注2号 K 线它的区间之上，以下跌低吸为主，而不要去随便的去做空。因为它的空间是不太明确的，除非它后续跟股科那样子直接把2号 K 线跌穿，不然的话呢，在此之前我们不随便的去做空半导体指数，更多的是如果它真往下跌，我们去选择在这附近的低吸点去寻找一些低吸的点位，除非在未来出现有效的跌破，再去看到市场当中的做空机会，在此之前我们不去碰它的一个空方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在半导体指数的日线图上，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红绿灯目前是一个红灯 K 线，从红灯转绿灯，而后出现了一个相对震荡的上行，而后在这里出现了再一次的红灯 K 线，就说明它是不是又走弱了？底下的下穿 K 线是谁？这一天是下穿，下穿之后它的低点目前是没有被有效跌破的，说明这个10日线呢还有支撑，这个低点的变盘还算有效。那么如果在下周以收盘价跌破它的一个低点，那么这里是不是继续的往下去看？对于2号 K 线和170的支撑，这是一个容易回落的地方，但是低点支撑还是有支撑的，但是前方低点变盘还具有支撑。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红绿灯的判定，周一的时候关注低点支撑是220.175，高点的压力是227.09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再次接一根红灯，或者是跌破左边的10日线低点，那么这里延续看跌；反之突破10日线高点，那么继续往上看2倍的空间。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 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 AMD 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通道的方向，在突破这一个通道之前，我们认为这里呢是一个容易回落的压力，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盘中比较强势的上涨，但最后它依旧是回落的，依旧回到了这个震荡区间之内。所以当前呢，阿哲依旧是看好 AMD 后续的波段上涨机会，但它短线呢依旧还是偏空的。在明确的一根止跌阳线出现之前，我们不用去参与这种震荡，除非你做日内啊，否则的话呢，在日线波段上呢，我们依旧等待更好的机会。那么这是对于空间上的一个看法，稍后在第3部分的第3只个股当中，我们也会讲到 AMD 的一个资金和动能上的一个表现。那么以上呢是对于市值标的的空间做了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个股偏多，所以阿哲一般在这个部分当中就会简单的讲一下它的一个关键点位。不过第一只个股 Coin 我们就看一下，因为很多同学呢最近是比较想要阿哲去分析，所以阿哲呢就加到了第3部分的第1只个股当中。我们现在来到第1只标的的分析，看到 Coin， 目前所看到是 Coin 的一个走势图表，日线图。我们从 BBD 资金可以看出 Coin 的强势其实是在之前就有所预知的，底下的一个上穿 K 线，是不是它从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点变盘而后被突破？再看到这一个上穿 K 线，是不是也是被突破？能被突破的上穿 K 线，就说明它们都不是高点变盘，或者说很快就打开了空间。那么最近这一天也是上穿 K 线，而后第2天也是被快速突破，每一次的上穿都是一个非高点变盘，而前期的这种下穿 K 线基本上都是临近的低点变盘，除了这一次展开了震荡调整，所以资金上的表现 Coin 呢一直保持一个上行。那么突破了高点变盘，说明它这里呢是高点的概率是不大的。底下龙头引力告诉我们，波段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但大家注意了，强势个股的风险区它有可能会持续很久，所以它在出现龙头线红色线下穿之前，它这个风险区呢，我们需要结合 K 线去看。那么何时容易释放这个风险？在上穿 K 线的高点之上都是安全的，因为这根上穿 K 线它是
一个大阳线，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说等它跌破低点我们再去确认风险，它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一个高点作为支撑，上穿 K 线的高点之上，就说明它不是高点变盘。Coin 只要保持在这里去徘徊震荡，类似于 MD 那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后续找到再次的启动机会。所以 Coin 只要保持调整是在这一根大阳线的高点之上，或者说它的上影线这附近的，它都属于强势，市场的资金就还没有走，短线等待再次爆发而已。反之，如果下周周一或者说是下周出现某一根 K 线阴线，或者说是红灯 K 线重新掉落到了这一个大阳线的区间之内，那么就千万要注意了，小心短线的大幅波动、大幅调整。因为这种投机的个股、投机的行情，在短线大涨之后，它一旦退潮，其实也很容易回吐的。所以你有利润的同学，这一天当出现了红灯 K 线，当出现明显要跌回大阳线的内部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大幅的止盈。关于 Coin 和最近一些稳定币的投机，很多同学会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可能涨上去之后，有些同学可能没有买，又后悔自己完全踏空了。那么其实这是有个问题的，就是你觉得你买少了，那么这一位同学，那么如果你买少了，其实也恰说明你是一位懂得风险管控以及仓位调配以及仓位管理的同学，您的投资其实是没有，您的一个投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个股这种行情走势下，它是一些消息面的促进，而散户的情绪的推动，所以短线它出现暴涨暴跌都很容易。那么如果你真的敢把很多仓位全身家都压在这里上，那其实你这次赌对了，下次一旦赌错你也没了。所以仓位较少的去参与，阿哲呢是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仓位太重就说明赌性太强了。我们最好能够保证每一次的每一笔的投资，它尽可能再差再差再坏再坏都不要威胁到你10%的本金。如果你有一笔投资，它一旦失败，它就会让你的本金丢失10%甚至更多，那这一笔投资呢是很危险的，或者说这种投机呢是很大风险的。那么如果你真的产生大幅利润之后，你会不会怕卖飞？这一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些操作的手段，比如说在有50%以上的盈利之后，我不用全部卖出，我只要拿出我50%的本金，甚至更多的本金收回囊中，而后用利润去奔跑就行。所以最近很多同学的一个困惑就在这里，买少了感觉自己之前没有买多，买少了后悔，没有买也后悔，满仓买的人很开心。但如果你能够思考清楚这里面的情绪的一个关系，你的买少是正确的，你的不买也是没有问题的，而满仓买入这次大赚的人，反而你要小心，以后你最好少这么操作。而对于 Coin， 如果真的出现一些比较不错的回调，进入大阳内，那么我们可以去寻找更加好的进场机会，比如说我们的 BBD 再次下穿的时候，就容易是调整低点产生的时候。接下来呢，我们也说一下有关于它的预测的值。在周一的时候，关注低点的支撑是303.24，高点的压力是315.8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呢也是最近看的比较多。我们说过它的抄底的机会在哪呢？是要突破前方防守阴线的高点，但是它和指数是一样的，到目前没有突破，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抄底。而这里要小心再次的回落，在资金上呢，它是不太稳定的，一直在走震荡，所以当前的博通依旧保持中立，我们不去随便做空，但同时也没到做多的那个时刻，它很扛跌，但是多头资金呢好像不青睐这一方面了，所以它保持是一个震荡，直到下一波机会的产生。那么我们就对于博通认为它处于一个震荡，那么现在方向不定，我们继续关注中性的立场。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低点，我们看一下它的日内预测值，周一的低点支撑是242.405，高点的压力是251.755，关注这两个数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AMD， 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空间，现在看一下在动能，现在我们看一下动能和资金的表现。前期的上穿 K 线是哪一根 K 线啊？是这根 K 线。这一天呢是水下上穿，是之前下穿 K 线出现低点，好，上穿 K 线呢出现了震荡高点，目前在高点之上没有突破，和 Coin 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整体的环境差不多。
是不是3根阴线啊，有具备2根长上影线，都没有去有效突破这根的高点，而加上上方有一个通道的压力，所以这里肯定不是一个做多的好时机。它这里虽然有一个红灯加绿灯，但是绿灯为阴线，不为买点，我们可以等待一个明确的上涨，绿灯为阳线时重新买进。而在这里，在这之前，我们依旧看对大阳内的回调找低吸机会。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27.89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33.15，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呢目前是偏空的，我们在上期视频也讲过它为什么偏空，因为前期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简单通过2根 K 线，它是不是绿灯转红灯本身就是一个做空信号，而后它又是一个3灯变盘之后走出一根阴线，在阴线之后呢又出现一个红灯，是不是这个位置股价整体一直在偏向下，而资金呢也在流出。我们看一下变盘的低点是谁，是它是下穿的变盘点，但是它却不是低点，而后有3根阴线收盘都在它之下，说明这个低点变盘呢被跌破了，它不是低点，那不是低点就有延续下跌的风险。所以在股价呢重新站回它之前呢，多头就不要随便去做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红灯会不会延续，关注周一的点位，低点支撑是 730.011， 如果还在这之下依旧保持红灯，那么就依旧看跌，除非它能够突破高点的压力 762.72， 不能突破之前，不能产生绿灯之前，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做阿斯麦的多单了。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的走势在昨天的盘前我们有讲过，再次出现绿灯的时候呢，你之前所做的空单你应该彻底的兑现了。前面这里出现了负线，负线后呢它的 X 有压力，是不是整体有多次的一些空方的机会？但是在出现晕线之后，我们是不是开始不断的下跌减仓，下跌减仓？就是害怕它在晕线这个位置，它无法跌破下沿，而后产生上涨的反弹。我们看到昨天的苹果已经突破了晕线的高点，那么突破之后呢，就说明方向选择有向上的机会，股价后续不要快速的跌破晕线的上轨，那么这里将会达成方向性的向上，那么苹果就应该转多了。如果你说阿哲这一根 K 线能不能看多？可以，那么防守位就是晕线上沿，跌破你就要防守，你要止损。当然，苹果走到这里做不做多单其实就那样，因为感觉还是比较弱的。底下呢临近这一个零轴，一旦周一稍微上涨，是不是容易又是高点变盘？更多还是关注一下上涨当中可能再次出现的一些空方的机会吧。因为苹果整体还是偏弱的弱势股。我们看一下周一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98.928， 高点的压力是 203.773， 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下周一就立马转为红灯，那肯定就再次出现做空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的整体运行在最近是连续的出现这个红灯，前面这里是一个绿灯，绿灯转红灯为一个看空点，看空点之后股价出现2天的下跌。现在呢底下的资金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的，之前这个转绿的 K 线也是被有效跌破了，所以目前的 Meta 就看一个回调吧。它的一个回调整体会针对哪个空间呢？看一下前面这里，这一天是上穿 K 线，上穿 K 线的区间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回调的点就看到这一根 K 线作为支撑，那么空间上呢其实还行，也就没多少了。那空间上其实就还好，没有多少下跌空间，这里我们认为会有首个支撑，所以 Meta 从高位的出现绿灯转红灯后的下跌，在下周是容易出现止跌的。而这个位置如果能被跌破，那么将会打开下跌空间。我们看一下下周的一个预测低点，低点支撑 668.935， 高点压力是 692.085， 关注这2个价格。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它已经跌破了一个趋势，我们在之前讲过它处于一个通道当中，目前是收盘跌破了2天的通道，那么跌破之后它没有快速的回到通道之内，这里慢慢的预示了跌破的有效，所以 MSTR 整体找做空点，那么价格它跌破反抽有压力，就继续往下看，往下看的一个方向
就是170天均线的支撑，除非它在下周能够重新的站回到通道，那么在此之前，我们依旧找做空机会。如果这里能够出现一个红灯，那么这个加空的机会就更好。反之，我们空方要注意的，你的止损位是重新回到通道内。看到周一的预测值，高点的压力是378.395，而低点的支撑是367.4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PLTR 出现了变盘的信号，因为它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3根 K 线。下一根 K 线如果是上涨的，我们则更加倾向于看涨；如果是下跌的，则更加倾向于这里的变盘下跌。不过看到底下的资金，在底下的资金的变动当中呢，我们在这里结合上方的变盘，如果在下周周一能够有一根不太强势的上涨 K 线，那么将是阿哲认为可能比较好的买入点。因为叠加上涨 K 线加上下穿的动作，那么这里是低点变盘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本次的 PLTR 在市场的走势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个股，那么这里我们要去密切关注，有可能会产生多头的再次上车点。我们看一下低点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34.272，高点的压力是139.77。那么关于 PLTR 呢，它哪怕出现做空机会，阿哲也不太建议把它作为首要的做空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PLTR。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谷歌呢，在消息面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出现了下跌啊，这个下跌力度比较强势。我们看到前方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是不是170？当时是出现了一个突破，但是它和半导体指数不一样啊，它呢突破之后没有往上延伸，而是快速的在这里震荡，而这一天跌破了这个区间，又跌破了170，后续在本周周五延续大跌。所以当前的谷歌对于170，我们依旧认为跟前面其实一样，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有效的突破。突破之后呢，没有站稳，所以目前它依旧还是偏弱，比谷歌、比苹果好一点点，但是也好的有限。而当前它是在一个红灯当中，在转绿之前，我们就不随便的去抄底了。看到它的低点支撑是162.453，高点的压力是171.548，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它在周三出现了红灯之后，周四呢延续下跌。不过这一天呢没有一个红灯的延续，但也不是绿灯，所以保持再往下去看。它比谷歌好的是，它没有跌破170，而前期突破的2根 K 线，我们看一下是谁。是不是我们可以以这个震荡区间来看，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所以这个区间可以作为一个撑压。它当前是临近了170和前面的2号 K 线，这个地方将会是亚马逊的一个支撑。所以如果有止跌 K 线，可以做低吸博弈反弹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而后以170呢作为您的一个防守或止损位，我们看到低点的支撑205.671，高点压力是212.2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SMCI， 它是一个假阴线，而后棒水底下是上穿，最近呢基本上是首次上穿了，所以这个上穿 K 线呢，它就是一个高点变盘的一个信号，它的高点为压力，低点呢为支撑，如果收盘价跌破，则方向性再回归到它的一个震荡区间当，则再次回归到震荡区间前方的运线区间内。而假如这里能够收盘突破，那么 SMCI 将脱离运线有效突破，那么这里将看涨，因为它同时也预示着前面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它这个区间是不是也会被突破？那么 SMCI 将和 AMD 一样，将会走一个长时间下跌之后，有机会反转170的态势。所以这根 K 线呢，看一下它会不会去产生再次强势的突破。如果这里再走弱啊，那说明它还是震荡，甚至呢要重新跌破170了。所以 SMCI 更多去关注，阿哲呢是比较少去看待它的一个机会的。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高低点，低点支撑是14.73，高点压力是16.77。它在前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后出现了一个上行，而目前还没有红灯，这是一个较好的短线的一个多方现象。再往下去看，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呢，它出现了一个下穿变盘但非低点的状况。
前面出现了一个3色变盘，而后走跌，目前的红灯呢，意味着它这个调整的概率是极大的增加。这一天是下穿，理论上来讲，如果多方依旧强势，下穿 K 线应该是低点，但它这里依旧第2天大跌，所以这个地方它会产生的是压力。那股价后续是持续下跌呢，还是直接反弹下跌呢？我们都不太看好台积电短线后续的一个走势。看一下上穿的一个，看一下前期上穿 K 线是在这里，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下跌空间的。当前的台积电，我们多头是要小心，你不用一直持有不动，有所需要止盈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止盈，至少把本金拿回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低点支撑是205.156，而高点的压力是212.504，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6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在周五出现高开套人，这是一个不利多头的一个现象，我们小心下周的延续下跌。特斯拉的买定离手能不能够产生大幅的上涨或者下跌，这不是我们主要去关注的。在短线的大涨大跌之后，它反而对于波段选手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机会。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